在3万年前，男人撒尿冷却了小坑里的陨石，随后他把陨石捡了起来。这个就万万没想到，顿时男人口吐鲜血，接着整个人变成了丧尸。然后他走回了自己的茅草屋，他的老婆还在那欢天喜地的吹着笛子。男人上去就咬了女人胳膊一口，哇塞！女人先是一惊，接着看见男人生吃起自己的皮肉，顿时大怒起来，立即用笛子捅进了男人的鼻子里。几秒之后，女人也变成了丧尸，于是2只丧尸就在地上厮打起来，顿时番茄汁四溅，丧尸还把女人的脑袋掰开，然后就没有了然后。这一幕是来自2024最新美国恐怖片《给你来点血浆》，感觉是好棒的故事设定，番茄汁估计是要爆浆了。那么这块片外来时将会引发一个什么样的奇特故事呢？且听金彩彩娓娓道来。时间来到了1998年，小帅的父亲杰克自从妻子去世以后，整天喝得乱醉如泥。小帅就希望父亲能恢复到以前的模样，那时的父亲是多么的阳光。为此，小帅经常跟母亲的骨灰瓶说话，仿佛母亲还在人世间。他的死党小迪没事就来找小帅玩，两人都是电影的爱好者，他们希望有天能拍出一部经典的好片。一天，小迪看见报纸上刊登一个小型的电影节将要举办，获奖者将有$2000美的奖励。不过这个电影节分类是恐怖片专项，两人一贯看不起那种爆米花式的电影，所以就不参加了。小帅坚持要拍摄莎士比亚的经典剧作，小迪也持相同的意见。随后他就让小迪去发布招聘演员的广告，报酬是$40美。突然小迪听见怪声，于是走出来看看，小帅也跟着出来。他们看见地上多了一个小坑，目测应该是一个天外陨石，还冒着热气。小帅就想起了阁楼里有很多关于外星人的报道，于是两人就赶紧跑回屋内的阁楼。这时杰克已经醒来，正在看电视，他就嫌弃两人没有把房门关死，于是就起身去关门。这时他也看见了院子里的那个小坑，好奇心驱使之下走了过去，然后用啤酒浇了上去。冷却完以后，杰克就把石头拿在手中仔细观看。哎呀，杰克变成了丧尸。而在阁楼上，两人看到了那些报道，可以确定用手捡起那种石头就会变丧尸。于是两人赶紧跑下来一看，完蛋了，杰克已经变成了丧尸。小帅瞬间失去了爱自己的父亲，吓得两人赶紧把纱窗门关上。可是那怎么挡得住丧尸呢？很快杰克冲了进来，他们还有一支麻醉枪，小迪就想对着杰克射击，但是遭到小帅的反对，他不死心，还想跟父亲最后沟通一下。 It's me, Dad. See? He remembers. 小迪一看麻醉枪没有用，于是就跑到车子上找到一根套马杆，然后他们躲在门外等杰克出来。小帅就用套马杆把杰克的脖子套住，这样他们就制服了杰克，把他暂时关进储物室。就在这时，玛丽看见招聘广告就来应聘，不过他是毛遂自荐来当助理的。小帅为了不让外人看见杰克那个样子，就先答应了。这时又来了珍妮，她倒是来应聘演员的，因为她符合小帅的要求，所以小帅就答应了。但是珍妮想多聊几句，于是赖在那里就不走。哪知道杰克还是跑了出来，结果两位女士以为小帅他们是在排戏，也就没当一回事。然而杰克的丧尸动作和行为引起了珍妮的极大兴趣，她表示自己也能拍好恐怖片的，还展示了他的尖叫声。小帅也没兴趣说这些，就想着干脆打电话报警吧。他无意中看见报纸上刊登那个小电影节的奖品又加码了，著名导演汉斯将会吸收1等奖获得者为徒，这下让小帅两眼放光啊，于是决定不报警了，必须参赛获得1等奖才行。但是小帅想到要做出一个怪物模型，那就要很多的预算了，于是愁得不行的。还是小阿三聪明，拿着录像机拍摄着关在房内的杰克，明摆着这就是现成的吗？杰克还来了一点恐怖气氛，这下可把珍妮看兴奋了，他觉得这个恐怖片肯定有盼头。小帅也是越看越觉得就是啊，于是这个草台班子搭建完毕，丧尸杰克，男主小帅，女主珍妮，助理玛丽，摄影师小迪，
明天正式开工。隔日玛丽先到，她制作了一点红色的假血浆，但是遭到了小帅的反对。他认为他的恐怖片是不会有血浆这种东西，这是一部艺术化的丧尸恐怖片。玛丽表示反对。 This is the first movie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 to have a real zombie in it, and you're gonna water it down with artistic principles. 就在这时，玛丽来了。她表示昨晚她遇见了举办电影节的那家电影公司老板亨特，他们约好过几天，他会来这里看看小帅拍摄的怎么样。这下小帅兴奋至极了。随后他们4人就这样拍摄了2天。珍妮始终无法进入小帅心中所想的那种状态，毕竟他要的是那种带艺术性的丧尸恐怖片。小帅无意间发现玛丽反而有那种味道，于是就想把珍妮替换下来，结果被珍妮偷听到了。小帅为避免玛丽晕镜头，特意还把镜头上加装了装饰物。第二天，珍妮就跟小帅大吵一架，威胁要把亨特的联系方式烧掉。小帅只好答应让珍妮继续当主角。过了几日晚上，亨特来到这里拜访，他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。他们来到地下室拍摄地，珍妮和杰克现场表演起来。亨特看得很认真，但是他觉得这好像是喜剧，因为他没有看见番茄汁。就在这时，警局的大黑来看望好友杰克，小帅就告诉他父亲出去旅游了，就把他打发离开。那边亨特到了半个小时，他就要走了。显然他对这部短片不感兴趣，因为怎么看也不像个恐怖片。无论珍妮如何抛媚眼也没有用，他要的是票房，不要观众在影院打瞌睡，直接告诉小帅丧尸要爆头，还有更加酷的番茄汁表现才行。小帅傻眼了，他就跟亨特探讨艺术，亨特才不理会那么多啊，然后就走了。小帅失望至极。就在这时，玛丽表示她有办法让小帅起死回生。突然桌子上的 BP 机响了，那是亨特遗留下来的。在那个年代手机还未完全普及，玛丽拿起一看，哇塞，竟然是大导演汉斯在找亨特。这就是说他们知道了汉斯的联系方式。就在这时，小迪跑进来告诉他们自己被杰克咬了胳膊。小帅立即行动起来，把小迪的胳膊放在水龙头下面冲洗。他不知道的是，他做什么都没有用的。很快小迪变成丧尸，没办法，他们俩就把小迪锁起来。随后玛丽让小帅先接受番茄汁，否则恐怖片就是喜剧片。小帅经过痛苦的思考之后，终于同意这样干了。玛丽还约好了汉斯周4来这里观摩，好了，小帅的拍摄更加有动力了。这时珍妮回来得知自己被玛丽替代了，气得表示要报警。玛丽就用麻醉枪把珍妮放倒，然后两人把她绑在车库里。接着玛丽开始制作番茄汁，没想到小迪的妈妈戴斯找上来问小迪的下落，因为她要去参加表哥的婚礼。戴斯也不听小帅解释，就在屋内到处寻找起来。最后他硬是来到地下室，看见被绑的小迪。一开始他也没有见怪，他以为小迪是在拍戏，就去拉扯小迪的手，没想到还被他扯断了一只手，吓得他大叫起来，于是搂着小迪大哭起来。哪知道这给了小迪机会，顿时对着肩膀上就咬了一口。戴斯就站在那里狂叫不止，而且肩膀上的伤口处番茄汁乱飘啊！这下被玛丽看在眼里，她觉得电影里应该有这样的场景才行。时间来到周3晚上，玛丽亲自下场表演那些番茄汁乱飞的场景，她是真的往丧尸身上砍杀。当然番茄汁拍摄的就会很自然，残肢乱飞。小帅在一旁呕吐不止，他其实是晕血的，反正丧尸已经不是人了。玛丽也没有这方面的心理障碍。到了周4上午，小帅还给珍妮送去一点吃的，结果还被他吐了口水，看样子他没饿透。这个白天又补拍了一些镜头，随后小帅就在电脑里开始剪辑。最后傍晚前，终于恐怖短片完成了出口。小迪还把戴斯的耳朵扯下来吃了，而玛丽累坏了就躺着沙发睡着了。这时门铃声响起，小帅透过猫眼一看，还是大黑。这下麻烦了，他肯定是来找杰克的，于是换好干净的衣服，打开房门让大黑进来。大黑已经对杰克的消失感到困惑，他又来查看杰克是否回家。当然小帅也不傻，知道大黑的目的，于是开始糊弄大黑尽快走人。与此同时，珍妮就在想办法挣脱胶带，她的挎包里有打火机，她就想用脚点燃打火机烧烂胶带，可是她没有做到。接着她想起了包里还有面粉，于是狠吸了几口，顿时力气倍增，挣脱了嘴巴上胶带，先是大声喊叫，可是屋内的人照旧听不见。随后大黑上厕所的时候，无意中发现杰克遗落的钱包，他觉得杰克肯定出事，小帅也不傻，就拿着麻醉枪指向大黑。
大黑立即掏出手枪，双方对峙起来。就在这时候，珍妮跑到了窗户边求救，导致小帅走神，被大黑打掉了他的麻醉枪。与此同时，在地下室的3个丧尸一用力，就把污水管道弄断。哇塞，管道里面自然有一些恶心的气体，但对于丧尸来讲就是兴奋剂。3个丧尸嗅闻后，顿时力气倍增，动作敏捷了很多。珍妮跑进来向大黑报警，哪知道杰克首先跑过来把大黑扑倒，然后咬了一口，接着戴斯过来追着珍妮不放。小帅就捡起麻醉枪，对着小迪就是一枪，暂时有点用，然后就把玛丽拉上2楼躲起来。没想到戴斯竟然从窗口发起了进攻，在小帅勇猛的反击之下，把戴斯这只丧尸打到了1楼。然后玛丽就要打报警电话，可是门铃声响起，小帅认为是汉斯来，就阻止玛丽打报警电话，然后还把玛丽打晕，他就从2楼跳窗下去。正好汉斯因为敲门不开，打算要坐的士离去，于是小帅及时拦住汉斯，然后去车库为汉斯放映了短片。这部短片完全把汉斯震撼到了，认为这是一部惊世的作品。小帅用丧尸恐怖片表现了博大的父爱之情，他准备好好培养小帅，把他变成参天大树。汉斯邀请小帅共进晚餐，小帅想起了玛丽，就让汉斯在客厅等一下，他去叫上玛丽一起去吃饭。汉斯在客厅的冰箱里拿了一罐饮料，这时戴斯跑了过来，瞬间把汉斯扑倒，咬了一口。小弟也冲上了2楼房间，小帅自然拿起小斧子对杀起来，接着那些丧尸陆续的跑了上来，双方就是一阵子的撕，玛丽也是毫不手软。这下可就变成了生死搏杀，最后那些丧尸都被2人一一搞定，大黑的2只眼球还在地上到处乱跑，就被玛丽一一踩爆了。然后玛丽拿着刀要把汉斯这只丧尸干掉，小帅表示他应该死得好看一些才行，于是2人就去杂物房翻找一些工具，没想到汉斯竟然站起来，走到水族箱把巴西龟的龟头咬下来吞了，哪知道那个龟头竟然在汉斯的胃里使劲的撕咬，莫名的导致了基因变异。万万没想到，汉斯逐渐变成了一只不伦不类的大龟啊，还把水桶了的番茄汁全部喝掉，里面有一把大黑的配枪，也被汉斯大龟吞了进去。小帅一看自己手上的电锯对付不了他，于是转身就跑了，可是被大龟破门抓了回来。玛丽也赶来帮忙，小帅只好一手拿着摄像机拍摄，一手挥舞着电锯搏杀。杰克也赶来加入战团，不过他最后还是认出了小帅，没有下死手。大龟把玛丽打晕了，马上就要下死手，小帅就用香蕉把大龟引到院子里，最后还是被大龟抓住，眼看就要不行了。杰克走了出来，这时小帅眼前一黑，等他醒来一看，是杰克救了他。大龟被打倒在地，杰克拿着摄像机给他，这时大龟竟然又爬了起来，小帅就让杰克继续拍摄，他要去当一次英雄。最终小帅用手钻进了大龟的菊花里，找到那把枪，然后一枪打爆了大龟，残渣喷的到处都是。杰克还捡起了大龟身上的什么物件，放在口里咀嚼，父子做了最后的道别。影片到此基本结束。我认为本片拍摄的很不错，满分5星我给打分4星。没想到吧，这是一群20岁左右的年轻人参与拍摄的影片，于2024年10月25日在美国上映，目前全球的口碑非常好，无论是故事的设定还是想象力都是超常发挥，尤其是最后大导演变成了龟仙人，简直是神来一笔，暗示新锐导演没有把老导演放在眼里。本片的番茄汁管够啊！好了，谢谢大家的捧场。